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9月2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308.29， 收盘价是 300.8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313.8， 最低价是在 300.6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3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6255.57 万股，与前一个交易日基本持平，量平。KD 值，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，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开口变小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趋势在减弱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长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达到 2.5% 以上，上方留有上影线。那上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。它的位置呢是股价上行的行进中。那这样一根 K 线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说明上方有压力，股价呢需要整理。那我们也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带有上影线的 K 线，那更说明股价是要回调的。那我们说，如果日后在下方股价如果跌破了关键的位置，例如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呢将会出现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上行，收盘价在 313.8， 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 307.5 的。那另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在302附近。实际在9月21日收盘价是在 300.80， 股价出现了下行。那我们预测的下行的结果虽然在点位上和实际的收盘价相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我们预测的下行收盘价是不跌破10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的这个下行结果它的收盘价跌破了10日均线值，并且还跌破了我们定义的这个横盘区的下限。那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带来了股价要进一步下行的信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 295.6， 是9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下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。那这个点位它是有支撑的。那在9月15日我们会看到是一根含有上影线的 K 线，是向下变盘的 K 线。然后在9月16日是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
变盘向上的 K 线。那这2根 K 线的最高和它们的最低呢，就定义出来了一个后续股价的一个盘整的区间。那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上行，那在上方又出现了高点，例如，比如说在9月21日的最高是 313.80。好，我们把这条线再下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实际上是向上变盘和向下变盘2根 K 线组成的一个横盘区域。所以我们说，在9月22日股价下行的目标啊，首先就是要跌破这个之前 K 线定义的横盘区。所以第一个目标是 295.6。那然后接下来的目标下方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和下方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，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那下行的目标就是要测试下方的这个2号趋势线。当然，在这之前我们会看到还有新上来的一个50日均线值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从现在股价的走势来看啊，虽然说还没有建立多头的趋势，我们之前曾经一直在说314这个点，对，站上314呢会建立多头高的多头，对，这是第一底高。那站上314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那目前虽然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，但是我们说股价如果在这次回调不跌破2号趋势线，那么股价依然会继续震荡上行，沿着2号趋势线去进行上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这个叫做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在目前这个股价的位置有没有反弹的可能。我们在这里讲的反弹是对于9月22日来说的。那在9月22日当日，如果股价出现下行，在 295.6 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得到支撑，那很可能股价会在日内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反弹呢，那它的目标就是回到前面这个 K 线最低的上方，甚至是重新回到当日新生成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对，那么再向上呢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压力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再加一条线。好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我们不需要了，把它下移。好，下移到304。我们测算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304，上限是在304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然后我们再把上边这条线也要变换一个颜色，对，它是一个压力位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说在9月22日股价如果遇295.6不再下跌而出现反弹，那上方的5日均线值304将成为一个压力。那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那股价还会出现上行，对，但前提是不可以在日后是不可以跌破这个2号趋势线的。
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下方跌破295.6，股价会继续向下测试20日均线值和回补缺口。那上方呢，5日均线值是压力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股价才会出现上行，否则对于9月22日，股价会在304到295.6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301到302这个区间，然后是5日均线值，是303到304。那么我们把它合并，就是第一个压力位压力区间是301到304之间。接下来的一个压力，我们想取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308，这是第二个压力。第三个压力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313.80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295.6，是9月16日的最低。接下来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292到293之间。那在这个区间呢，也涵盖了200日均线值。对，这是第二个支撑。那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依然可以保留在20日均线值的，我们想说下限，我们下移一点，是292这个位置。好的，然后再接下来的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缺口289.5到290.40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下跌。然后如果是下跌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02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92，收盘会收在294.4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下跌的可能，我们认为会跌破这个横盘区域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的横盘。那如果出现止跌的横盘啊，它股价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平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96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不跌破这个横盘区域的下限。然后呢，最高股价会到达305，收盘会收在303附近。那如果出现一个止跌横盘这样一个结果，它的条件呢是它必须是一个，或者说是我们在开盘不做约束了，那在盘中股价运行，我们说不可以跌破295.6，这是止跌横盘的条件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